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公南、黄尚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当然所有的来宾里面，包括民众党的创党天字第4号，那朱慧荣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当然他有被约谈，然后他自己的内心的心路历程的感受，你听得出来，他对柯文哲，他对民众党是有感情的。那他甚或最后那一段觉得，民众党要能够长长久久的话，那是不是就要认真的面对像这样的一些的事情 ？OK， 好，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昨天媒体上面，你看到那邱明宇是不是有讲到说 QR Code 是不是有被变更过这件事情？但民众党马上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名嘴讲的子虚乌有啊，所言不实，所有这样一些的状况。那这所有一些，包括朱慧荣自己的感受，他在去应讯的过程的感觉，那到底会是怎么样？让你听听看前面这一段。来，那到最后他看我可能那个，他就说，他当然跟我讲了一些让我其实真的很难过的事情，我就掉眼泪。我只有问检察官说他什么时候变了。他讲了很多很重的话，让我觉得哦蛮重的。是形容词？不是哦，形容没有，就是这一件事情，对。哦 ，OK， 两三个事情其实是蛮重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他讲的重话对你来说，会不会觉得是足以让柯文哲在这个案子里面，包括被判刑，死定了啊？哦，就死定了？你觉得？死定了？哦，对啊。上讲他最后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昨天听到了那个朱慧荣讲死定了，对不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也很累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又特别的把我好久没用的登山背包找出来。为什么？因为等到起诉书出来之后，看到里面的那么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可能每天要用那个背包才能够背起诉书到处来工作。起诉书内容我相信大概跟书一样。对，那现在呢，你会看到说是，朱慧荣其实坦白讲，他对于这些操作并没有直接相关。对啊，检察官都找到了，里面都有一些事情的，代表检察官所查的资料，就像朱慧荣讲的，可能不是只是怎么单一精华成政治现金，而是从头到尾那么多。这个朱慧荣应该只是知道9牛1毛，甚至于很多都没有参与，可是连朱慧荣都找到了，都去问到这些了，都摊出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起诉书，我讲一段，因为昨天朱慧荣讲，对他自己的感觉，他没想到检方对他了解这么深。就朱慧荣哦，他没有想到，包括检方问他的那些东西，他的感觉是，你怎么会连我这些细节的东西都知道？我要讲这段意思是说，检方找一个人来问，不是因为曾经在媒体上听过你的名字，曾经在什么看到你的名字，我就直接来问人家啊，那证人清煌，来哦，你就是财经专家嘛，那你觉得这什么？不是。他显然是研究过这个人跟这个的关系，对，然后包括相关的，所以这样你听他那个，所以最后他才讲。他的感觉其实对他来讲是蛮震惊的，对他来讲震惊的，而且他用了一个死定了。坦白讲，朱慧荣我大概以前也认识了，他其实对法律上其实也不是这么的专心的，这个要直觉。对，那个直觉看到那一些检察官应该是不会给他太多，也因为跟他无关嘛，都会觉得死定了。然后现在这个死定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大家会预期那个起诉书真的就是非常厚，我们都要背登山背包了。对。可是接下来我们看那个案情的发展，那起诉书什么时候出来呢？你看最后现在今天又提讯了柯文哲，对，昨天又沈庆金、应小维，其实就知道在收了嘛。然后还有李文忠，那李文忠呢，上次的时候12个小时之后谈了12个小时哦，所以12个小时应该不是保持缄默前，应该讲了很多东西。不是缄默12个小时很麻烦，你知道吗？问题左问右问就问完，你不答他也没办法，所以12个小时一定会答东西的。所以已经不是保持缄默前了，所以接下来就是穆可的388 3万嘛，就开始出来了。后面在延押之前又谈了好久，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李文忠态度和哥哥在跟检察官那边应对的状况是有差的，可是他还是被延押，然后柯文哲就去提讯，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囚徒困境的对决。文忠和文哲，你们2个人，你说我误信你50年，另外一个人说都是他指挥我的，所以现在检察官在做的是囚徒困境的最后对决。然后2个人呢，大概心里越来越有底了，那么多的资料，所以呢，他先前的那个义无反顾拼一次，我把它改了一个字，义无反顾监狱的狱，他们2个都要拼最后一次了。那在拼最后一次里面，当然呢，这个时候刚好下1个礼拜
就是党代表选举。那小草们会怎么听了这些事情，他们的一个心情呢？当时的时候，因为昨天是明玉讲的嘛，那个东西我最后的阶段义无反顾拼一次，要让阿北喷上去，我那个200块的捐，那个今天午餐不吃，我是要帮你选总统的。那这个 QR code， 坦白讲，这个破解太容易了。资讯的人一下就知道到底你最后的流向到哪边。如果不是给他们去选举，而是去到木可，那麻烦就更大了。那这个时候，这个12月7号投票率，或者是很多失望或怎么样，可能都会变化。不过呢，我还是觉得阿北这句话是讲的对的。哪一句？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更远。但是呢，他这一个人真的走得很快。你看他最近一日双城。一下是土城，一下台北城，在跑来跑去，其实是走得蛮快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清华 QR code 的改变很难想象。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技术上很容易，只是你不会想到真的有人会这样干啊。所以民众党直接出来发声明啊，就直接讲说，民意你他没有讲邱明玉啊，他讲名嘴，然后就子虚乌有，绝对不可能。那些所有的都是进了应该进的，不管是政治先进啊、进总啦，或是捐给民众党，是这样。传统上大家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会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一环。如果最后检方起诉的时候，假设证实是这个的话，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你告诉我，对整个民众党影响有多大？所以我昨天就讲，民众党要很正式的看对这件事，他们要怎么很严厉的处理。因为你光说一个邱明玉，你子虚乌有，他就子虚乌有了吗？那这件事，因为他如果要是假设在最后检方起诉，如果万一被证实的话，它会影响到包括未来民众党在捐款，没有人会相信是真的。对啊，你看这影响有多大？对，就变成大家以后不相信你的募款是真的，而且它的严重性是在于说，因为其实即便国民党跟民进党，我都没有看到 QR code 玩到这么多的啦。说实话，这次大选里面 QR code 做最多的，真的是民众党，是柯文哲啦。所以等于说，大家会直观上的认为说，捐民众党的一条金流呢，这你应该是后端金流借接好了之后，我 QR code 应该是捐给民众党的，那该捐给柯文哲就是捐给柯文哲的，而募可的东西跟募可关的这个买东西的金流又是另外一条，理论上3条金流应该是分开的。可是如果有人在最后冲刺的阶段，他要求比如说有造势的活动，或是有哪一些的场合，我把 QR code 换成是募可公司的，这就大有问题。因为当下去捐的人不会很直觉说知道说我这是捐给募可公司，不是捐给柯文哲的。很多人尤其是热情支持者在现场是没有感觉的，所以等于他的钱是捐进去的，但是捐错方向。但捐错方向显然是有人刻意在引导，所以。假设啦，我是假设啦，因为这2天的消息来源，假设第一个是大家消息来源呢，其实如果指向都是可能是有人到北检作证完之后知道这个消息的话，那显然如果真的有这个内容，那事情就很严重，是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就侵占公益金这件事情而已，这里面其实也牵涉到你对你的支持者就是有诈骗的行为嘛，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我就是不是要捐给你募可公司的，我就是要捐给这个柯文哲的。你去看昨天朱慧荣的反应也是一样朱慧荣对募可公司其实他也没有那么认同你如果看他的反应就知道，因为我认识朱慧荣也很长的时间了啦。朱慧荣其实认同的方向一直都是在柯文哲本人身上，他对李文忠也没有这么认同啦。他昨天直接讲，他是问柯文哲人还在吗？钱还在吗？我不懂什么叫人还在，他的意思是说李文忠他说的李文忠会不会卷款潜逃了？他对李文忠是完全不信任，我可以直接这样讲。对，那柯文哲身边我们都知道，柯文哲过去在市政府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女生嘛，这个市长室里面用的女生啊，然后或者他旁边的团队里面有女生啊，我可以这样讲，柯文哲旁边只要是担任重要角色的女生，对于李文忠都不是很信任。那为什么对李文忠不是很信任？所以昨天朱慧荣讲出来说，认为李文忠会不会卷款潜逃这个字我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一点都不意外？来，第一个多数人对于看待李文忠的时候，这几个女生告诉我的就是说对于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他很爱吹牛啦，很喜欢把过去他在细格那一家公司当初的创办的经验故事拿出来讲一圈，然后说自己是有钱人，但他们就觉得很好奇你是有钱人的话，那你住自己的豪宅房子就好了，你干嘛当北捷董事长的时候，你要去把人家北捷下面的宿舍把4间打通成1间，还花了好几百万去做装潢？大家会想说，如果你是有钱人，你讲那么有钱的话，那你就做来看看嘛。那但是也没有，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李文忠的特色呢，喜欢讲自己有钱，讲过去多有能力，然后呢，喜欢感觉好像很喜欢贪小便宜嘛，去占台北捷运公司的便宜，然后跟他讲的跟他事实上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次他们有人安排那个李文忠跟一家大的百货公司的安控长见面，这个百货公司的安控长他是前
应该是刑事局的副局长退下来做40几年警察哦。他跟李文忠见完面之后呢，觉得李文忠讲话的态度跟讲话内容呢实在是太嚣张，所以后来这个百货公司安控长后来拒绝跟李文忠往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讲话就是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极度的臭屁嘛。告诉你说我以前呢，创办了哪一家公司啊，多赚钱多赚钱。第二个说我多有钱多有钱这样，然后第三个称赞自己有多行这样子。所以李文忠的态度，他旁边这一群人并没有很认同，但是他柯文哲就是很信任他，有一件事情要讲哦，前一阵子我们都有谈到橘子这个角色，对不对？橘子到外面收回来的钱，最后还是要交到李文忠，由李文忠去做处理。让李文忠去做后端的处理，橘子只是扮演去拿钱的角色。橘子到外面收回来的钱，最后还是要交到李文忠，由李文忠去做处理。让李文忠去做后端的处理，橘子只是扮演去拿钱的角色，后面财务上的处理是李文忠处理，不是橘子做处理。所以李文忠在这个案子的角色，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文哲文忠对决？对，他在这个案子的角色会非常重要了。对，当然，因为你去看一件事情哦，这个木可公司是他在负责处理，对不对？可是木可公司以外，他有没有负责处理？当然也有嘛，他一定碰得到民众党的财务，他也碰得到这柯文哲进总的财务嘛，所以这个检方才会怀疑说，你有没有把钱从其他的地方洗出来嘛？那为什么这样讲？哦，你看我们昨天到今天，大家都在讲那个比特犬的事情。说实话，比特犬这一篇真的不是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这一篇，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篇啊，这个周刊的新闻。比特犬为什么这一次真的不是很重要？陈志涵跳出来跟大家说这个比特犬讲的都是名嘴侧翼，讲的都不是他。但他没有否认柯文哲讲过比特犬这3个字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啦，在2022年的晨会的时候，比较麻烦，对，当然，比特币比较麻烦，可是这个比特犬不会去咬比特币啦。但重点是这个比特犬这件事是柯文哲在开晨会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柯文哲只要看完节目有人骂他，他隔天在晨会的时候就会问这个我们谁来反击？然后呢，反击的人就像比特犬一样咬上去。那为什么他会直接这样讲？他会这样讲，而且柯文哲为什么？好，我这边再讲一件事。柯文哲对比特犬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么深？你看柯文哲骂其他人，顶多就是骂疯狗，就讲狗，对不对？讲说我们需要一个像疯狗一样的人，他只有比特犬这个犬种是特别把名字讲出来的。为什么？好，这边报一个小故事，因为柯文哲就是爱看电视嘛。所以柯文哲如果各位有印象，2018、2017、2019那几年的时候，都第一，因为有比特犬闹出事情，有人被咬伤；第二，这个有几个节目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比特犬，让比特犬上节目，比特犬的特性是什么？那你看东豪哥笑成这样就知道了嘛，因为那时候上节目大家都有看到嘛，就会找一个人这训狗师，然后让那个手套就是绑在这个地方，然后让比特犬咬上来了之后，咬住就不会放了。对，所有节目那时候都是做咬住就不会放了。柯文哲就是那时候节目看了很多嘛，所以他对比特犬印象就是这样来的嘛，所以他后来。这个能够有咬住不放的能力，他后来对内部就是这样讲：谁要去当比特犬，我就是需要比特犬。这是柯文哲内部在2022开晨会的时候对内部讲的话哦。就我们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比特犬，去对决那个时候呢，在骂我们的这些名嘴这些节目上来宾。那尤其是2022年，为什么那一年被骂很惨？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柯文哲2022被骂最惨是什么时候？水门事件的时候嘛，那个是水门关了，然后那么多车子来不及出来，人家车子直接泡水了嘛，所以那年骂得很惨嘛，所以。柯文哲讲比特犬这件事是事实，但周刊这篇重点是画在比特犬身上吗？不是嘛？所以陈志涵是抓一个他比较容易回击的地方，然后去说这个比特犬的事情。这一篇的重点是什么？这篇重点其实跟前面李文忠的部分谈的是有相符合，是什么呢？你注意看这里面他说记在柯文哲金库密账的细项，包括做新故乡智库协会网站要做300万，包括里面小物未付货款的费用1100万，这些费用五哥我去看细节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真的很好，一个一个挑出来打脸，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洗钱的目的嘛？为什么？新故乡智库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架网站，台湾在做资讯的人，会做网站的，连很多的国中生、高中生都会做网站然后你去看，这是新故乡智库协会的网站这个新故乡智库，我给各位为什么抓这2页？第一个，它是很单纯的，就是介绍协会的网页；第二个，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关于我们最新文章可以上稿，然后我要捐款，我要入会，就这样而已。这样要300万，五哥，我告诉你，你到现在，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模组化做网站
各位知道到 Google 上面都会看到很多模组式的网站，那个请人家建制大概就是4万5万的价格，要报到10万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网站你跟我说建制要300万，请大家公平看看啊！你现在到民间去做这个网站，有没有需要300万？没有资料库太复杂的功能，也没有其他太复杂的功能，会员机制的功能，他就告诉你这个网站要300万。所以这篇内容让大家惊悚的是这个。柯文哲的账有没有用类似像这样的名义，然后把很多的钱，不管假设他是从柯文哲大选的资金，或是从民众党的这个民众党本身的资金，只要金库是从这边洗出去的，这都5个都有背信的问题嘛，因为这都不是他应该有的用途嘛。那而能够支配去分配这些钱使用的这个其中之一的人，就是柯文哲跟李文忠呢。所以李文忠角色重不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一阵子有这么多的爆料，很多人哦，就是。柯文哲以前这个市政府的人，这个市长室的人，到了北检去作证，你知道多少人回来？他担心的是不知道李文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因为很多从这个市政府离开，后来到民众党党部去的人，有些前幕僚，有的人就挂了协会里面的职务，有的人就挂了这个基金会里面的职务。大家被挂进去的时候，想说我来帮忙的，我没有什么目的啊。但是问题是你钱如果拿去乱用的话，大家都会出事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被传去的人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抱怨，而且不知道李文忠会闹多大的原因。所以你去注意哦，这些人即便不喜欢他，但他们都很害怕李文忠会把事情越捅越大。然后呢，李文忠这个画面呢，也是让他们觉得看得很不舒服的原因。这个经典的画面，李文忠跟柯文哲开记者会的时候说：“我在这里很负责的讲，我完全不知情。”你知道，对这些人来讲，钱都是你收的钱，钱即便是橘子收了，最后是交到你身上，然后你是管钱的，然后你跟大家说我很负责任，说我完全不知情。这个话讲完了之后，你知道有多少这个去作证的人看的是很怒的？他们其实对当初这个画面其实看的是很怒的，然后再加上李文忠扮演的角色这么关键，然后他跟柯文哲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厘清？大家本来想说他会不会很有义气的把它抵下来？对，因为柯文哲最后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柯文哲最后的讲法是我错信了50年的同学。对，然后呢，当初这边再爆个料，反正这个李文忠。大家一定很好奇嘛，他当初如果这么创业这么成功的话，后来为什么要到柯文哲旁边去帮忙？那柯妈介绍的嘛。柯妈觉得就是你后来混的好像看起来也还好，也不怎么样，所以柯妈就说，要不然就李文忠你就去帮柯文哲。他是这样到台北市政府去，然后一去就闹出了跟这个林周明之间的事情，去干预大巨蛋的事情，是这样出来的哦。所以到后来，你看柯文哲那时候说错信50年的同学的时候，是要把责任往李文忠身上推哦。所以现在得到最新的消息是，李文忠对于被交办的这个就是木可公司跟相关的账户呢，他现在都比照彭正生模式，都是柯文哲交代的。这个都是柯文哲交代的，跟这个都是我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哦。意思就是这个都是柯文哲指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知道5哥还有补问一个问题啦，说为什么这个李文忠如果他都讲说柯文哲指使，为什么他不能跟朱家虎一样出来？对，他为什么不交保？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细节他跟柯文哲讲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包括行贿的细节，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金流，大家的讲法其实没有对起来。那既然对不起来的话，现在都还没有谈到橘子哦，光是他跟柯文哲都对不起来，何况跟橘子的部分都也还没有对起来。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李文忠看起来这个要出来呢，目前是有难度的。只是从李文忠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重要性。然后最后我讲一个这个也是很有趣啦，就灭证完了之后再上直播说这个我们只是乌龙，不是污钱。让各位回忆一下，柯文哲前一天才做交代李文娟李文忠的妹妹交代他说这个桌上拿去睡一睡做灭证的事情。结果呢，上了黄国昌的直播，去跟黄国昌在讲说他只是乌龙，不是污钱。他的问题是没有把查账跟记账的把它分开来。黄国昌还问他说：“你知道你的会计师没有主笔去善打这些资料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很难过吗？”他的问题是没有主笔善打资料吗？当然不是嘛！你的问题是你已经灭证了呢，你的问题已经不在账目怎么处理的呢，是你已经叫人家把账目处理掉了呢。那到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出来开这样的直播，告诉大家说这个很惭愧，你要惭愧的不是乌龙的问题，你要惭愧的真的是污钱的问题的。因为李文忠到底你说我没有相处过，不认识，你说是不是臭屁或者什么？因为青黄在台北市那时候当过，包括廉政会啦这些。但当他当着全国讲那句话的时候，凭良心讲，那句话也让我觉得很少听过有人可以这么大声的讲的这么大。我很负责任说，我完全不知情。对，这就算不知情的人都很难有人讲的这么理直气壮。
更何况他真的会不知情吗？连李文娟都说，其实穆可是他在负责处理这些，然后包括中间过程说的这些。可是你在那个场合之下，可以，当你说你完全不知情，感觉上就是你旁边这几个人应该要扛嘛。那我不知情，拍谁黑柳令。那现在的状况已经到这样，但都好，最近的好，包括刚才亲王所讲的。那包括有没有在11号以前，然后柯文哲就跟李文娟讲那个资料税证，这是民众党口中的柯焕文嘛？就《镜周刊》有报道，像这些，如果他事后在起诉书里面大家看出来是属实的话，第一个这几天大家在讲柯文哲有没有8大金库，包括穆可的所有这些，你把那个一个排下来，如果起诉书出来真的是照这样验证的话，那真的这个问题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到了极点啊。因为朱慧伦就跟你讲嘛，他看到的资料里面有 USB 嘛，USB 不是只有那15个人的那个 Excel 档，表示还有其他的东西，然后再过来，他跟柯文哲之间所有的赖对话，不是被检察官彩色影印出来吗？对，那就是不会只有跟柯文哲跟朱慧龙的对话嘛，柯文哲跟其他人的。当然，一定也都出来了嘛。听说是基本款啊。就是被传去作证证人，好像基本款都要看到赖的那个彩色影印的，因为每一个人只看到跟自己有关的部分，要去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嘛。好了，那回过头来，那起诉书出来的时候，台湾民众党要讲什么？我至少知道黄国昌会讲什么。说什么？我被骗了。就我被骗了。我不知道柯文哲上我节目的时候，叫李文娟把那个碎掉啊，林北好油那个，林北好油我也想到林北好油，就我也被骗了嘛。那被骗有罪吗？被骗我是受害者我怎么可以想？我怎么能够想象？别人可以被骗，但你这么英明神武，你可以说我笨，但我没有坏啊。对啊，而且我是受害者我们都被柯文哲骗了。我怎么可以想？我怎么能够想象？别人可以被骗，但你这么英明神武，你可以说我笨，但我没有坏啊。对啊，而且我是受害者我们都被柯文哲骗了好不好？我们都被柯文哲骗了对，黄国昌可以这样讲啊。他就讲我被骗，你要讲的什么？那台湾民众党被柯文哲骗啊，小草被骗得心甘情愿啊，200块啊。没有多少。但是那个 QR code 如果要是事后起诉书如果验证真的是有 QR code 到穆可的话，那小草可能就不见得我甘心情愿被骗了。可是小草不甘心情愿，他能干嘛？他就躲起来嘛。做民调的时候不表态嘛，就躲起来了嘛。那现在还留下来的人，他可能心甘情愿因为政治上来讲就我相信柯文哲，你管他 QR code 要到哪里去，他要给穆可还是哪里，我都同意。对啊，好吧。好了，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大家在等起诉书嘛。起诉书到底会有多厚我想应该不会输阿扁，应该跟阿扁差不多啦。阿扁的起诉书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嘛那大概就是一垮一垮。那是里面有很多不同案子。阿扁最好看的东西是在他的附件，一定是附件，一定是附件。那附件就有律师看得到，所以大家到时候要想办法找到律师。因为那些笔录你没有看，你才知道来龙去脉。那是不是只有8大金库？我跟你讲，绝对不止。我没有能力证明有第9，可我知道一定有第9个金库。为什么？橘子身上算不算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李文忠跟沈庆金都有未到案的共犯，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就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2300加2100加210吗？还有啊，一定还有啊。为什么沈庆金跟柯文哲2个被羁押禁见，同时都采取一样的策略？很简单嘛，检察官没有找到2个人之间共同的交集。橘子是
柯文哲的，不是沈庆京的。我们看过他太多案子啊，所以他们两个一定会僵持。但是现在破口，因为朱慧荣的出现，破口看到的是文中跟文哲。好，那如果这时候互推责任、窝里反，用囚徒困境都可以。检察官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被告、希望证人多讲话，讲得越多越好。以李文忠的个性，我相信他一定讲很多。因为他不会扛，那其他的人去作证的人也会讲，因为没有人要扛这一条。我又没有分到钱，我干嘛要扛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有在想，如果等到当然复健后面大家要各凭本事，就起诉以后，复健要各凭本事看。但如果要是真的起诉书里面写到李文忠讲了一堆的话，一定会有。你再回头去看他讲的那句话，是你就会觉得你当天是怎么能够有这种底气，这么大声的说出来说，还很负责任的讲，你不知道？那柯文哲会说：“我真的错刑50年。”真的啊，对啊。五个不要脸有罪吗？哦，这个当然没有。这个真的是。如果我这句话我完全不知道，能够让我平安下庄，我当然讲啊。这些人是第一天搞政治的啊，没有几年的时间了。他们以前会有那些道德规范吗？我不认为有。连柯文哲我都认为他没有了。他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账务的事情犯了一些错误。后面你看到还是一样，也就是说，柯文哲的习惯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换个人管账而已。平常讲蔡壁如的账管得比较好啦。找李文忠，用李文忠换蔡壁如的时候，就埋下这些祸根了。至少在蔡壁如手上的没有出事哦。可是蔡壁如什么时候就被换掉？大巨蛋，我不讲金华城哦，大巨蛋谈到一半的时候就被换掉了。大巨蛋的故事没有故事吗？大巨蛋要拖这样子，前面背个，后面开始拼命帮忙，大巨蛋真的没有故事吗？所以你从所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张义善讲的话是对的。从成立台湾民众党以后的柯文哲，他需要太多的资源。这里面的资源有为了要党组织、要选总统要做的准备，还有他个人也看到太多会觉得哇，居然可以有那么多捐款，而且他根本都不要你登记的。好，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这是我个人判断，就为什么找沈清京？为什么他找的一些金主？因为他在啊，沈清京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好的金主吗？还有其他的人呢？他找的金主，你看这一波的金主有很多是，其实以前是偏蓝的哦，因为他吃不到正蓝军的金主嘛，但是他要选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嘛，那所有的这一切，你要有一个人处理钱嘛。我一直讲看法就是李文忠是他的合伙股东，所以李文忠当然认为我有，所以我应该可以分。我本来就应该要分啊。不是，可是对柯文哲来讲，为什么你可以分呢？柯文哲连公司叫木可也是我的名字，捐钱也是冲着我的来捐。因为柯文哲你没有行为能力，你要靠我啊，你不可能叫蔡壁如去干这个事情嘛。你说我自己不可能出面去干这种事，当然嘛。要有人帮忙做，还是有黄崇仁那一段就他自己出面了，所以他拿到的钱很少啊，所以他拿黄崇仁的钱会被人家笑啊，所以柯文哲其实其实是这样，现在只是大家在等，就是这个过程中谁讲了什么话，因为朱慧荣出来讲跟大家不一样，对，他不是柯黑啊，那其实包括比特犬那个补一个啊。也是拿张义善做例子。2014选完之后啊，那要找张义善他们进去嘛。张义善自己也知道，柯文哲怎么形容他们？流浪狗。用流浪狗。哇，流浪犬。张义善知道啊。
我只记得柯文哲那时候是谁？是赖香伶的一个管好对，他很喜欢用这个来形容。对，所以为什么王浩宇那个事情，他找一个像王浩宇一样的疯狗？所以比特犬是有名字的。对，这个是其他都没有名字。这个是柯文哲在看人的时候的不自觉就会讲出来的话。因为张一山那个时候在各派系里面没有去处嘛。他是这样形容张一山啊。不只是张一山，就是指那一当时帮他忙的那些在民进党，但是出来帮他的人。OK， 然后因为没有隶属派系，因为有派系人都归队了，帮完你就走了嘛，没有要跟你抢位置嘛。不过刚才讲，对你如果昨天看到朱厚荣在节目里，包括他去应讯的时候，因为这跟本案也没有关系，他甚或还会问检察官说他什么时候变了，你知道，对他来说。刚才他自己镜头上观众朋友也有看到，就是他讲着讲着他就哭了。对他来说，某种程度，我昨天有问我说，那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寄托，他希望他能够实现一些东西。但当他问到检察官说他什么时候变了，他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这整件事一路，你说爬书所有的资料到现在来看，尚公，第一个，你纵横江湖这么久了，不敢。如果真的。我们就用假设语，那个 QR code 真的有做变化，因为民主党是否认，告诉你完全子虚乌有。可是如果真的有变，政坛这么多年，有人用过这样的，这可以叫偷天换日吧？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去搞这个吗？用 QR code 政治现金也是最经济的。对的，我说偷天换日的手法，没有，那当然没看过啊，因为一般来说。从政治现金专户是从政治现金专户用各种名义把它拿出来啊。很少人会说政治现金直接会到一个企业界里面去啊，这是很少，这根本没见过，不是很少见吧？移花接木，对，而且它基本上是违法的啊，当然违法，因为政治现金规定。行李箱的，对，飘来飘去的那种很多，那种拿走才。政治现金本来依规定，你如果是正常的政治现金，就是要进专户啊，是嘛？而且要在竞选的那个时候嘛，进专户嘛，而且要正式成为你参选人，然后正式登记户头以后，对，他所有的政治现金合理都要进那边去，就算是我选举，他拿现金给我，我给他收据，我都要存到专户里面去的。那你怎么会听到说钱会跑到一家私人公司去呢？恐怖故事，这个说实在话，昨天他讲的恐怖故事应该就是这个。大胆也没有看过这么大胆的人。你可能是，捐给我，我摆到户头里面。林涛是我好朋友，开公司。我在里面做手脚，把钱，100万的这个活动费，事实上只支付50万。你用这种方式，其实你真的很少看过啊，没看过啊，就好像我说他跟黄崇仁那一段用劳务契约，没看过。真的没怎么样，总是有让你跌破眼镜的时候吧。所以我很负责任的说。我有部分不知情。真的没怎么样，总是有让你跌破眼镜的时候吧。所以我很负责任的说。我有部分不知情，我不是完全不知情。不，因为什么我对那个 QR code 我到现在还持比较保留的态度，所以我说民众党应该要很严肃的对这件事情要做，因为我还讲，因为那不是柯文，如果啦有人要改 QR code，一定不是柯文哲自己去改嘛。那当然，一定是有人要作业嘛，要懂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多口杂，事情都可能会爆出来。所以，但你在这2天以前你也没听到有这个啊？是不是有懂得特定人帮他做的，而且是嘴巴不会讲话的？不然你这个事情一传出去，爱讲话的人传出去必死，必死嘛。然后回过头来看，当北检向法院扣押穆可的钱的时候，他是为了真的是小物的事情扣呢，还是其他因素扣？其他因素扣，这个就纳闷了，因为那时候刚扣
刚扣穆可的那3000多万的时候，大家直觉的想法就是生意那4000万什么，对不对啊？对，那现在可能想法就不太一样。真的是因为那一个理由吗？搞不好是因为只剩下3000多万。不，如果是那一个理由，他们一定会去调一下那个契约的合理性嘛。就他们拿出来那个契约是真契约、假契约，是不是这样定？有没有争议？怎么样？先要去厘清那个嘛。对不对？没错。那看来好像北检的扣押理由好像现在越来越耐人寻味。对。是真的因为小物的问题吗？现在我可能倾向于不是。我可能倾向于不是。因为这个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因为穆可，你看，检察官在查穆可晚了一步嘛，账册被税掉嘛。那你看。8月14号才搜索嘛，8月11号就交代税掉了。8月12号开记者会，代念吴怡轩代念清算嘛，前一天，前一天，所以现在我那有在节目上问过吴怡轩，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声明是谁拿给你念的？至今没有一个回应嘛，因为我相信不会是李文娟或段梦正拿给吴怡轩，那谁拿给吴怡轩念的？那一个党的发言人会去拿那个念，那谁交给他？一定要是能够指使得动，对嘛？不然另外一个人拿给我，我也得问，主席人家拿这个要不要念？对啊，这个可不可以？张正拿给他，他大概也会问吧，都要念，都要问一下嘛，要问嘛，谁指使的？那你从这一连串下来看的话，如果穆可的问题。真的只是那一个小物的增值的问题的话，那里面讲的当初你看8月29讲的是义正言辞哦，柯文哲还在台上面，人家问他说你跟那个什么问题，法律解决，对啊，找律师法律解决，还要去告段木正嘛，好，法律解决，结果回过头来8月29，你跟靳总跟穆可的关系，你呛到说要用法律解决。结果8月11号，你交代把穆可的账给税掉，那穆可的账如果都没有，那怎么核对？是靳总说我说了算，还是穆可说了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那穆可，你说要用法律解决，你又交代把穆可的账给税掉，这是很矛盾的嘛？因为你穆可的账跟靳总的账核对以后，中间有没有落差才对嘛？那你为什么要税掉？所以现在，我相信大家，我们在场应该都比较倾向于不是小物的争议了。那不法侵占，公益不法侵占，他有那侵占公益的部分哦。出来的消息是4000多万。然后说不法那个公益侵占4000多万。那公益侵占当然我们都很理解的反应就是直接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嘛，如果只是一个交易，不要忘记哦，那一天还讲的说，也要扣除多少，你要还我多少？1000多万嘛，对不对？你还我大概1300多万，对，1000多万，你要还我多少？那这样听起来根本不叫公益侵占嘛，那叫商业纠纷嘛。对，如果是那一块，那是商业纠纷嘛，那是靳总跟穆可的商业纠纷嘛，那个合约的争议嘛。那个好像听起来不像公益侵占。义父，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还有关键人吗？还没有出现吗？我觉得你看，除了橘子，你看李文忠的羁押理由里面有一个共犯未到案滞留境外，大家那时候都以为是讲橘子，我觉得不是。然后你看那个柯文哲的。延押，里面还有说，相关证人还有被告于市府任内的救赎，然后你再看沈庆金的案子，可能被告尚未到案，你再翻过来再看彭正生的，彭正生上面只有写仍有证人尚未到案，
彭正生是证人尚未到案而已哦，里面没有什么共犯被告哦。但另外3个人，要么出现还有被告未到案，还有共犯滞留海外，还有可能共犯还未到案。那最有趣的是，沈进京还有共犯。那个共犯是什么角色？朱雅虎进来了。对。然后你看到微金总部的法务啦、金华城监察人什么，都列被告啊。那可能证人与可能被告尚未到案，那个可能被告，检察官指的是谁？我相信严押的时候，律师在这边严押北检。一定要把可能被告的可能证人还没到，要写给法官看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对，那写给法官看，你总不能说，有可能被告可能证人没有来，法官那是谁？你要让我知道什么角色？好，那这个角色知道的话，那对方律师知不知道？有可能，因为这几个案子在开延押庭或羁押庭前阅卷的时候，有采限制阅卷或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这个摆在里头。对，好，那你从3段式就是沈庆京、柯文哲跟那个李文忠，你3个合起来看，如果说是留置境外的话。我觉得指的是周子瑜那个徐子瑜的话，那就不用写了。因为你在看那个，他就把名字写出来就好了。对，你看那个柯文哲的严押，其实他写的段落非常清楚。OK， 就说徐子瑜他写了一段，然后通缉。柯文哲后面写的是另有被告。那换言之，应该排除了2个人，排除了不同人。排除了徐子瑜，那沈进京里面可能被告是怀疑他有做什么，我还没有正式要把他列为被告，我怀疑他是其中的共犯，我要厘清一些事。OK， 可能被告嘛，那这个可能被告是谁？会不会就在国外呢？所以，如果赵刚一夫把爬书所有这些字眼全部看完的话，除了橘子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人还没有到？而这个到以后，对整个案情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林涛，我问一下，国民党捐款那个 QR code 啊，那些就是弄上去就弄上去了嘛，对不对？不会有没有？那一定就是要捐给国民党就到国民党，要捐给靳总就到靳总。对，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样子嘛。对，所以当你们听到新闻讲说，像小玉他们讲说，是不是那个 QR code 有变？你们那时候当时的想法会怎么样？可是这整个案子到现在，包括民众党。我也有听到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讲说，那个一刀毙命的证据到底在哪里？现在看起来，沈进京跟柯文哲之间那个对价真的有吗？你会怎么看？对，五哥，基本上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金流的细节，我认为最重要的对价在哪里？可是我必须要先回答这个 QR code 的问题，这叫诈骗呐！因为 QR code 不是你 QR code 列在那边，你一定会想，比如说台湾民众党 QR code 或是木可 QR code， 你不可能只有一个 QR code 都不说明。所以如果你上面讲的是台湾民众党，然后 QR code 扫进去是木可。这绝对是诈骗，或者说你上面是写这个，我们讲 QR code 扫进去，然后那个界面是台湾民众党，那这也是对，或是靳总，这也是另外一种诈骗。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2个样态怎么那么离谱？怎么那么离谱？你做了这些文宣的 QR code， 你就大胆的写木可。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嘛，就是这是木可，那我要捐我去捐。可是你写台湾民众党，会有一些其实不想捐给木可这种私人公司的人，会觉得他受骗了，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诈骗行为，在国民党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是有这个长此久往的这些法律顾问。木可不能接受捐款，对啊，他当然不，除非他要他可能是小物嘛，他可能是 Q 买小物，扫完然后是小物，比如说送个什么钥匙环什么是有可能的。那个是买东西，那也不叫捐款。那他可能会用各种名义或各种说明啊。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呢，我刚才要讲到李文忠如果今天他在这样子的 label 在选举的时候。都已经可以讲说，我负责任的讲说，我毫不知情。然后所有的8大金库都是你跟柯文哲在那边掌控。那如果让你选上还得了？大账房大账房未来就会跟你讲说，我什么都不知情，就都是你在操作这些金库。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中华民国人的纳税钱又会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打一个问号了。就都是你在操作这些金库，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中华民国人的纳税钱又会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打一个问号了。再来哦，我要补充一个哦，刚才东豪哥讲说，有一些金主是你们蓝营的金主啊，你们会去收这样的这些现金，我没有指任何人哦，我只是说。有一些风险性很高的金主，不好意思，风险性可以，风险性很高的，我没有指名哦。有，你用的简直用的也不错，可以，这可以接受。国民党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这些在蓝营也好，在野打营，说真的，民进党也知道啦，哪一些是风险性极高。哪一些是风险还可以，哪一些是正派就要支持的，一清二楚。就是风险高的人，某种程度如果收了的话，以后如果真的当选以后，可能就要有一些有很多服务的作为。国民党是绝对不会，这叫风险高。OK， 但我问你一句话，这些金主认定风险高，去投资柯文哲，是不是方向有点错？你说他不会当选？你应该去投资一个最有可能的当选，才能规避我的风险。他照你的说法好像不太对啊。这些有一些风险性极高的人，他在这个民进党也好，国民党长此久往，这些政治人物都会碰壁。就有人会接受嘛。所以你要管你要不要投资前，你要管你能不能找到这个被投资的人，这才是重点嘛。那后面会不会兑现，后面要不要选上，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我觉得好，这部分讲这样，但是我还要补充比特犬，我必须讲哦，比特犬没有我觉得比特犬哦，怎么会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人家狗那陈志汉哦，他不止叫狗，还想踢猫。那刚才，因为我都很认真在听我们来宾讲话。义夫哥刚才讲说，这怎么会加一个品牌，就是品种的犬呢？它是品种，它不是名字。它品种犬，它是品种。我说真的啦，其实可能不是品种犬，因为像我们来讲，会说比特犬哦，世界第一的猛犬，然后你就会去跟陈志汉他这样的形象是对得起来。其实这好像我听说啦，比特犬可能是除了陈志汉跟他讲说名嘴之外，有一个特定的人。这个特定的人，我觉得陈志汉你知道啦，你要不要讲出来？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这个真有其人，陈志汉你也知道，那我真的觉得柯文哲主席你常常把非你的幕僚的人之外的人也叫犬，那真的是不好听，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会出来，就是说你的性格，政治性格被解译之后，为什么是变成这样的样子？所以就要进到这个8大金库里面金流的问题嘛。大家关心什么叫做医刀毙命的？我必须讲哦，因为这一次周刊的报道里面有讲到公益侵占，那30万是新故乡基金会，1000万是众望，然后4000万是木可5000多万的这一个公益侵占。如果这个是公益侵占的话，会像是刚才东华哥讲到陈水扁，为什么陈水扁也说他海角7亿是建国基金啊？那如果柯文哲用这个5000多万说我没有1毛钱是我用在个人私人用途，我是为了台湾民众党的建党基金，我要让台湾民众往前走，所以我侵占这5000多万。我认为哦，这在政治的攻防里面对小小的说服力是还说得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109年3月19号过去这个孙道存他也被判过公益侵占啊，1.4亿1年6个月还好啦。就是他的刑度是还好，而且他论述说得过去。可是真正在法律上跟政治都说不过去的，是沈庆金这1500万，加上210万，加上最新的疑似汇款的2300万，总共4000万。你这个4000万你是逃不掉的，因为大家就是在抓你跟沈庆金的对价。那沈庆金的4000万如果没办法交代清楚的话，基本上代字就大条。那为什么这个代字大条呢？沈庆金都从这个轮椅站起来，卡起来，为什么？因为过去人家在这个地院跟检察署的这个报告里面都说你的病情没有任何加重，然后你一天到晚说你要保外就医，然后就医完之后发现你的病情没有任何的影响，你等下卡起来了啊？为什么？查到关键了，查到4000万的关键了，他能不站起来吗？不过现在看起来，陆凤真的很少听到有政治人物没事就骂
这个犬啊，那个狗啊，什么什么类似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对柯文哲来讲，除了他这些，这个很难想象，尤其要往上位攀上去的政治人物，你一直用这样一些的方式，可是这是不是在过程当中，他觉得刚讲到那个攻击性要非常强，会变成这样？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林涛刚有讲嘛，有一些像公益竞赛跟阿扁建国基金一样，是某种程度要去说服小草的，但有很多东西是大家一看，譬如说那1500万，或者说如果真的有。那就没得说服了。那柯文哲这件事情，在未来，即便等到月底，假设起诉或什么这些，他还有政治未来吗？我先讲那个柯文哲都用动物、用毛小孩、用狗来形容别人哈，或者来骂别人哈。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只有我最聪明，你们这些都不是一流的。对他来讲，他是上位，因为他常常会把自己是称之为是这个皇帝。他真的一直觉得他自己是皇帝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他在骂所有下属的时候，或部属，包含局处长，是毫不留情直接骂。因为你从他的书里面看，他觉得第一流的人是什么？就是学医的啊。我以为第一流是犬，没有，他第一流就是学医的啊。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最高上位者。他觉得只有我最聪明，而且他常常都讲说，我157，我智商157，你们谁有比我更高智商的？所以你们就不用来质疑我或干嘛。所以对柯文哲来讲，除了他或者是跟他一样都是医生的，要台大医学院毕业的，不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他可能都还不行哦。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常常会用这样子很鄙视的，包含女性，他也都是用一样的方式，用这样来鄙视。所以你说柯文哲，我觉得他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教育还是什么，他的自己心中的底就是他是最强的，他是最聪明的，所以别人来讲他都不放在眼里啦，所以他常会口出一些鄙视或者是有点侮辱的这些字眼。那再讲到说，刚刚也讲那个林涛也讲到说，是比特犬是不是一个人一个代号？我觉得从这个陈志汉，你从这个整个案件过程当中，他不是这么核心呐。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代号？或者是他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觉得是还好。那我觉得他纯粹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解读是，柯文哲就觉得比特犬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那在大选过程当中，他要去帮柯文哲辩护，他要出去攻击，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代号。但是呢，我觉得说，这整个政治现金，亦或是说沈庆金的这个部分。小草到现在应该说，民众党到现在都还有一个12%，大概就是钢铁小草啦，12%的支持度。这些小草，你不管讲什么理由，只要柯文哲讲我清白的，他们通通都相信。他不会讲说你的今天政治现金去汇到哪里，或 QR code 汇到哪边哈。他们怎么样就是相信柯文哲，只要柯文哲，他会讲说你管他 QR code， 他管他 QR code， 我就是要捐给柯文哲，他到哪里去关你们什么事？就像之前很多小草就会讲说，你管柯文哲政治现金要到哪，我就是要捐给柯文哲，柯文哲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啊。他们的论述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讲说啊，这个政治现金怎么用啊，或干嘛，或汇到哪边？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本来底定就是相信柯文哲。重点应该是说柯文哲跟沈庆金的对价关系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才是能够去说，说服社会大众，或者是再多一点点的小草，觉得说会清醒一点。就是柯文哲不是你们所讲，他是不贪污，因为他上黄国昌的这个。直播他就讲说，我又不贪污，我不贪污这件事情，可是这就是要去击垮某部分啦，不能讲击垮全部小草，但要击垮一部分的小草的这个说法。但我会觉得应该是说，从柯文哲的8月11。应该是赖的那个赖对话，因为他叫李文娟去把账户全部消掉的这个部分，应该我相信剪掉了，在这上面应该是还有蛮多的证据啊。因为像朱慧荣昨天还那个小玉姐有透露到说，有志工或者是有民众党人进去看，哇，想说怎么这么完整？可是你看他从8月11叫他销毁账册，8月12民众党柯文哲出来说这个木可要结束营业解散。我个人看到的，其实柯文哲在8月11、8月12，大概这2场的时候，他们都是觉得 focus 是在哪？政治现金这一块，他都是要先处理政治现金，都还没有要处理这个橘子啦，或者是说金华城这个部分。他是到8月29号的时候啊道歉，然后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部分，然后但是同一时间橘子他叫他出去了，后面8月30号就收锁了。我觉得民众党，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就是这么时间刚好的巧合点，检调是不是到底有没有侦查不公开？不，这整件事情如果要是等到最后看起诉书，
你一定会知道这些能不能够说服大家。如果起诉书出来以后，如果确有叫李文娟，因为这一定是在LINE上面看得到的一些东西啦。如果有这样证据，如果他有叫李文娟这样做，如果他真的有叫橘子，就赶快出去，类似这些。如果这些是事实话，那我只能说柯文哲真的跟大家想象当中，一个政治素人出来以后能够卷起千堆雪，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前提是如果他是真的，所以起诉书非常重要，检方能不能说服了所有的人？好，那柯文哲、金华城还有柯文哲主义所有这些案子，在12月应该。照一般大家估的话，因为你再怎么样延压也到1月初嘛，所以是不是在12月底以前？而且一般，东豪知道，一般司法案件有很多都喜欢有2个时间会大结案的时间，一个是阳历年，一个是农历年。那以前都会有很多会有一波的大结案，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好，那但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我相信啊，虽然今天已经到了礼拜五，有太多人现在的情绪，你去看所有的社群媒体上面所有的留言的一些东西，都还是留在那个棒球那个礼拜天那一天，然后包括这几天大家开始解密，包括蔡英章会长在我们节目里面讲到，其实你真的很感动的有一些地方，像他讲到张毅的那一块，张毅本来跟他的母球团协调，就中华职棒就这次代表队协调是只能投30球，2局用掉29球，是张毅，你可以想象当中他用的那个坚毅的眼神看着教练团说，我要投，我要证明我能打。让我再投1局，要不然一般来讲的话，你设定好就设定好了嘛。那为什么还会这个样？你可以想象出来。好，张毅也完成这任务，他手下，创下，这是一直到现在，大家你再怎么样跟人家谈，大概谈的都是所有这些，他应该讲台湾最好的汤扣就是棒球了吧？其实是的，因为那一天就2天前了，蔡启章都在我旁边嘛，然后他就讲一讲，他先讲陈杰宪。然后陈杰宪的时候，他就因为就讲很多在私下这个大哥怎么在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面对挫败之后重新站起来那些球员。然后他用了一个名词汤沟，然后统估之后我们一听，突然就很有感觉，因为棒球这件事情大家谈这么多，那说你说每个人真的对哪个选手是平常的棒球迷吗？也不是嘛，对那些选手或什么，或对啦啦队有特别喜欢或者，但是都不是一个全台湾全部。但是为什么大家对呢？因为你会发现他其实。我们讲，它其实是我们大概半世纪以来每个世代跨族群、跨世代共同的一个记忆。而这个共同记忆里面呢，让我们都会想到，更差别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整个台湾哦，这种共同的记忆的感觉哦变了。过去我们小时候呢，说实话，那时候是有一种亚细亚孤儿的一个悲歌啦，因为我们退出联合国，109国同时断交，而突然之间有个红叶少棒队。把日本人打垮了，然后我们小时候都看威廉波特嘛，这是我们的年纪了。一放出来之后都要唱梅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唱梅花，然后就放冲天炮，对不对？然后只要打出全垒打，就是晚上放冲天炮，那时候是没人管的。可是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是我们是亚细亚国，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而我们第一代的留学生，除了权贵之外，终于有一批是一般人中产阶级的子女可以去美国留学，看到国旗。那种情绪，其实那是一种乡愁，然后还可以透过镜头跟家乡的爸爸妈妈打招呼那种。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台湾那时候其实有一种被压抑的，有一种被那个。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你是最感动的是那个陈其宪这个，我台湾就台湾，管你看到看不到，我就是台湾。其实那种自信，那种自信，我根本不在乎你了。我根本不 care 你了，然后你后面才看到说，我们在打这场球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为了强国梦。不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打专业的，我们就是进到全世界最专业的、最怎么样的，然后还有 iPitch， 那是我们台湾做的。台湾的这个虽然这个投球机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我们可以更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特色把 AI 给加进去。你这时候突然觉得台湾很骄傲，然后当然这个时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要蹭嘛。要蹭我们说中国人也会打球嘛，马上16-0嘛，对不对？马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里面你就看到台湾人的一个情感，所以有很多时候一个国族最重要的就是想象的共同体。那我们扯了那么多，过去吵了那么多，其实突然在这个蓝绿白牙吵来吵去的过程中，为什么大家这个时候情绪这么好？因为棒球这么一件事情，融合了我们60年所有的情感还有我们的努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在你还沉淀在那个喜悦的过程当中，你还在跟大家一起在分享，有没有哪一些你知道的人家不知道的小故事，或什么会让你激励的，或是哪一个球员是从以前他不是一路顺风这么样顺遂，可是在这个时候，义父
馆长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让大家觉得说，不是为什么在这时候，我平常讲我们的棒球从当初讲从红叶开始，我们享受过那个荣耀，但是中间平常讲也是大家承受过那个屈辱的过程，那个就是包括假球，包括黑象，所有这些事情，然后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刻，大家看到我们真的就靠实力慢慢把球迷拉回来，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找到让大家的肯定的时候，崩的一个讨论这些东西，哎，又要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当时那些假球的时候吗？因为讲到说球板的事情嘛，那球板的事情，我们大概最近谈到球板，就因为陈启玉嘛，球板的事情嘛，它就是一个赌博嘛，地下的赌盘。那地下的赌盘，过去里面地下的赌盘，因为有主头黑道的介入，导致于打假球的案子嘛。那案子里面，从好像是1996年的这个时报鹰开始，一路下来5次，最严重的就是黑象事件嘛。黑象事件发生在2009年，然后2008年是黑米事件嘛，一路下来。现在馆长说了，他曾经做了一个做球板，那大家就在算，你几岁的时候做，刚好那一段时间就是黑米事件、黑象事件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嘛。但大家回忆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感觉痛恨嘛。刚好那一段时间就是黑米事件、黑象事件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嘛。但大家回忆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感觉痛恨嘛。就是说那一段时间里面。套一句就是我们的金牌打击教练恰恰曾经回忆过那一段时间。他说他在职场上面职赛里面打球，他看到上面坐席空空的，他还在安慰自己说：“哦，大家还没下班，大家还没下班。”开打一段时间，上面还是空空的时候，大家在塞车，大家在塞车，那几乎已经没有球迷。当初恰恰拍了一个影片，他拍了一个影片，那他是现在我们金牌的教练，他拍了一个影片，他那个影片大体上原文我不讲原文，那大体上就是说职棒发生了很多事啦，如果我是在球迷，我也不会再支持，我也不会再进场啦，如果不进场的球迷，请继续关注我们，了解我们的讯息啦，直到我们有一天，让你们信任的时候，请给我们掌声。我们会更努力的取得你们的信任，我们会再站起来，共同并肩作战。你看，这是当时他发生事情，你转过来，现在场景再转到我们12强，恰恰当初就是兄弟象3剑客其中之一，3剑客，其他2个被抓去判刑打假球，然后你时空再转回来到现在，恰恰是我们拿到世界冠军金牌的打击教练，因为你看那2个时空，好不容易就证明你恰恰的历程，证明你我们回来了，就我们的职棒回来，就是说，也就他说的，重新获得了国人的信任，结果碰一个被馆长要拉回那一段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那最黑暗的时代，你又做过板球。那个球板，而当时又是打假球最兴盛的时代，所以你说馆长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吗？他在告诉我们，多少人是历经那一段时间走过来。当初陈致远今年不是在脸书被大家炎上，就是为了谁？周思齐，周思齐的隐退，你去看周思齐怎么回忆。过去那一段被绑到饭店了，对，然后以后他进饭店，他要躲在衣柜里，头上还要蒙个布，希望不要被发现他在饭店里。你看那些球员历经了什么样的情形？黄培阳最近也有分享，他自己碰到的是那一大桌一进去，还有一些其他的球员一进去，每个人桌上摆一叠钱，当然几十万。那他进去以后看一看就出去，他是因为够大牌，
我弟说，因为黄平洋嘛，大家知道七彩变化球，对，然后黄平洋，然后包括假日飞刀手陈奕迅这些，你的名声够响。他说他看到那以后，就大家哈拉哈拉以后，他就离开，他知道那个钱不能碰。那有一种是自己自甘堕落型的，你就去拿的；有一种是你如果站起来想走。人家可能就在旁边，对，没事丢个拔蜡，丢个头刀，就大家都知道嘛，子弹手榴弹，意思就是你看你有没有本事，就被威胁的。那当然也有，就像他们这种就是完全不碰的，意思就是你要我打不可能，我就算被做了，我都不可能打这个东西。OK， 那是不同一件，但不管怎么讲，这就是让台湾整个职棒会变到。后来那一段成这个样，为什么还可以拿出来讲成是这样？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还可以拿出来讲这样？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讲棒球的，球来就打。你去看一下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在讲的就是黑道当初怎么买这些，怎么去弄这些，然后怎么样用威胁的方式。当然馆长就讲说啊，他就做 Q 帮，他又没有拿枪拿什么去威胁人家或什么。但这不是你有没有拿那个去威胁人家以后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嘛。那是一个整体黑道介入在搞地下赌博、打假球、地下赌博的结构的一环。你不能脱罪。但你看到2022年的11月23号，有兴趣的话去翻一下黄国昌的脸书。当初发生了什么事？警大校长陈泽文去88会馆。当初他在脸书上面写成什么样子？他是 Cobra 的球迷，然后继续支持那个米迪亚暴龙队，然后林炳文去买了这支球队以后，如何打假球等等，毁了多少球员，从头骂到尾，从头骂到尾。然后后面他骂郑文灿。又说郑文灿跟林炳文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郑文灿回了一句话，回击黄国昌。柯文哲去了2次88会馆，照你的逻辑，他是不是跟林炳文也骂街？黄国昌打都不打。黄国昌直接说：“郑文灿，你现在在故意装不熟吗？”林炳文碰到柯文哲不讲。88会馆跟林炳文吃2次饭不讲。然后你看这一次他对那个馆长的回应，馆长昨天已经说明了，大家要引以为戒。砰，话锋一转，又骂林炳文，这个就是始作俑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能不能话锋再转回来？柯文哲你怎么会去跟林炳文吃饭呢？转不回来了。所以你看到说。如果照1123，你的脸书上面你是多痛恨打假球的人，你多痛恨林炳文这个人。当然，你今天碰到做球板的陈之汉的时候，馆长，你轻描淡写，引以为戒，引以为戒。然后碰到柯文哲跟林炳文，一句话不吭，那。你的标准的移动在哪里？请你对台湾职业棒球，你的标准摆在一致的地方。打假球不对，做地下赌盘不对，影响职棒的比赛不对，就是统一标准。OK， 现在看起来的话，若芳，那当然你有看到有一些人出来讲说，第一个就馆长那个好，对了，那个我也不知道，如果要帮辩护的方式，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说运彩跟馆长他们那些到底不是你对，这你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出来告诉大家天差地别的地方，但就是会有人这样出来跟你讲，那个这个那馆长到底他犯了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但馆长到最后就跟你讲，第一个他说他没有打中华职棒的那个，他做球板也没有碰中华职棒，他碰美国大联盟啊。然后最后他干脆就跟你讲，他就是老实，他就要跟你讲有这些不像你们大家那个年代不都是这样吗？他讲的最后的辩词就是这样啦。在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你还年轻，对，你还小，不能说年轻，你还小，你们2个都很小。我只想问一下，那一个年代我们都参与过，请问一下，我们这几个人里面谁去赌过？谁去赌过地下赌盘？对，馆长身边的那一群都有了。对，但我们不是所有人。义夫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讲那个年代都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说，
对了，我们4个最起码我们4个就是那个年代。我没赌过，我不会下。对，我们就从头到尾没有碰过，我也没碰过。而且我跟你讲，我不止没有碰过，我还帮职棒的选手上过法制课，告诉他们千万不能碰。对啊，你要真的要问，我就会跟你讲，我还帮他们上过课，告诉他们千万不能碰这些。对啊，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年代，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会碰这些东西？没有，因为我觉得馆长现在就是说，好，你们说我那整个年代大家都有，你也有，你也有。我觉得他这就很像那个小孩子吵架一样，就是譬如说我今天闯红灯，我被警察开罚单，他就说没有，你看他也闯，好像很多人都会闯，但你是不是都要把大家都抓起来一样？类似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混淆，好像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因为馆长可能有很多的粉丝是。不知道那个年代的状况，他的粉丝应该有很多都跟比较年轻，比较年轻，他可能没有参与到，他也许知道说以前有打假球，但是他不晓得当时因为打假球真的有让我们台湾的职棒以及球迷到底有受到多大的伤害，有多伤心，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就用一个说。就好像就用带过，就是那个时空背景台湾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签赌他用这样带过。我说馆长，还有很多人那个时代背景可能就是这样子。我只呼吁去 Google 一下，对，为什么球迷在黑箱事件以后，走向街头，走向总统府，那一些球迷有参加过这一些吗？你说签赌的东西有吗？就是没有感觉到失望，黑暗骑士走到街头上面，走到街头。但是因为馆长他就是抓，就像这个民众党的粉丝一样，他们就是直接讲他们要讲的。那馆长就是用这样子，好像以偏概全，就是他自己玩，好像大家都有玩的那种感觉，就带过，然后来误导当时应该说误导他的粉丝。那你说他的粉丝会不会去上网去查或干嘛？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呢，我觉得。馆长现在就是要模糊，譬如说他还讲说就是牵扯别人，就说那个蔡英文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都没有骂我你犯罪不是说别人没骂你就是没犯罪，好不好？对。那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因为像那时候一开始我还听到球板，我还想说球板到底是什么，我还自己 Google 了一下球板那但是确实当时在2009、2008那个年代。因为签赌真的让台湾的职棒一直以来，就是可能到近几年可能真的有比较多球迷回来了，对，真的有比较多球迷回来。但是很多人印象是靠这一次台湾赢得了世界冠军，才有办法整个大翻盘，让现在的年轻人认识说台湾的职棒到底有多强，到底有多好。那你说馆长呢？他现在就说。那个时代可是没有，你做错事就做错事，而且你怎么可以就用很多人都帮他牵扯？刚刚有讲到说运彩啦，好像都一样，不一样。运彩你没钱去签赌，他不会叫你签本票啦。你没钱，他就不会让你去玩运彩。运彩不会买球员，对啊，运彩也不会买球员，运彩也不会要求人家说我今天下哪个你一定要打成假球，要输要赢或干嘛。但是刚刚大家都有讲到。签赌，地下签赌，它就是一个结构。你说我现在只有收钱，我赚这个水钱，因为馆长讲的很理所当然，说我得探这追钱呀。地下签赌，它就是一个结构。你说我现在只有收钱，我赚这个水钱，因为馆长讲的很理所当然，说我得探这追钱呀，我就是赚个钱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你签赌，那也许是小主头，但是大主头为了不要招楼，他就会想尽办法让他所签的那支球队不管输或赢，他就要想尽办法嘛，要不然一就招楼，一输可能是400、500甚至几千万都有嘛。所以他现在都用好像很轻轻带过这样。但是没有，我觉得馆长，你今天这个当然苏培他已经去提告了嘛。那我觉得当然可能在追诉期，那他自己就要去讲清楚、说明白。这整件事情，来那个年代的，那个刚好，我们就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讲话吧？来那个年代的讲哈。我说第一个写的就时报鹰嘛，时报鹰只有一个球员没事，一个球团只有一个球员没事，那个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2个球队在天母拼命漏接、拼命爆头，大家都要输那场球赛。传言呢，不是只有大主头，
还有老板也都下去玩。好了，那馆长，其实我要看的是比较好奇的是，这些事情因为都过去了，为什么那一天他情绪那么激动？馆长，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应该这次没有签吧？你这次应该不会签日本队吧？我觉得他的情绪很奇怪我比较好奇的是馆长的情绪，就说那天大家高兴成这个样子，他脸很臭。为什么你会那么臭？然后说我不需要买球。我那么讲，因为签赌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签赌去找球员作假，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我有朋友确实签的是日本赢，输，但是人家输了怎样？一样懵懵嘞。那馆长爱开直播嘛，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馆长你要不要讲一下你那天的情绪是干嘛？还有一个，不要把所有人都当成是你那样子。对了，你比较不虚伪，你就告诉我们说，你有在做球帮了，做该差几电话会被招喽。这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要把大家都认为跟你一样，你辛苦边的人喜欢做球帮，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好不好？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在台湾现在都还沉浸在我刚刚讲说在24号那个赢球的所有的氛围里头，那出现了像这样一些事情，千万不要让台湾的所有的任何的职业运动这些去沾上任何像这些，就算把思绪拉回去，平常那都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可是这一次的棒球的过程，千王，科技在这一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超级。那蔡章会长那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终于帮大家解密有没有那个点饮料的板子。对，那为什么要拿那个点饮料？是因为澳洲换投手，你也想到不够打个9局，他换了12个投手，然后换到我们来不及到后面去讨论，那干脆恰恰就把这拿出来，就在现场大家直接看板子，告诉你刚才那个球或什么的。所以在这次，包括我们的情搜，包括所有的科技的运用，要不然的话，平常讲你说那些投手那个速球。动辄150公里，你怎么可能打这个球？对，所以这个要好好讲一下，这一次的科技导入真的很重要。那而且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我先跟大家讲，你知道2015年、2016年，我们在节目上面只要讲到体育赛事、讲到奥运、讲到棒球的时候，你知道大家谈的都是什么？就该给球员的设备没有给球员美国大联盟就是科学训练美国大联盟连训练球员，然后分析敌情都是科学训练我们台湾什么设备都没有所以其实你知道2015、2016我们还在谈这些球赛的时候，几乎每次在检讨的都是为什么别人有，但是我们台湾就是没有。而且我们每次台湾好像这个棒球运动都只能靠几个英雄这个轰出巨炮，然后看能不能打得赢。可是你去注意这一次的台湾球队的表现它是团体战它不是靠说只是一个单一的英雄，是很多人他都有发挥。所以你看，在那个2015、2016这样算，我应该还不算上世代这个应该还好，在8年前还可以加成屋了，加成屋8年前而已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在谈的时候，其实政府已经陆续发现说，有些运动你如果只是靠单项协会的话，资源有限，而且呢，当时的资源配置也大有问题啦。那个时候连球员呢，这个是长官做商务舱啦，球员是做经济舱啦，跟现在是完全相反的做法。所以这个科技导入的过程，坦白说，当时我们在节目上有没有讲过，都有呢，大家都很羡慕呢。特别是那个时候连奥运的选手去比赛的时候，谈到人家看澳洲是国家派厨师，然后根据营养去配餐，那我们就没有结果你去看今年的奥运，台湾在参加的时候，我们一样是让选手可以去点餐，然后政府支援了厨师去，这些都是过去从没有然后到有的过程去导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分2块第一个是要懂得，就是说在球员的训练本身要把这些科学导入进去，所以你才知道说球员的训练以及球员比如说哪边受伤了可以怎么样去修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情搜为什么重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其实没有像这样编预算因为预算真的要钱。你看像这一次就是花了1000多万1200万，然后你要去分析各国的选手，而且不是说赛前才多久就要开始，你是长期要追踪一阵子，要不然你就会遇到像赌神，我在最近500局才加进去，在那个违戒的动作这样，对，就故意要让你看我这个动作，我就是要让你看最近这500局的动作，所以你在追踪对这个竞争球队的情搜都要维持一段的时间，不可能是最近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想说，我们政府投入那个预算，然后情搜这个结果回来，它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第一个帮助我们的球员了解对手，第二个是帮助我们球员了解对手之后呢，来看我们的选手
要怎么去做改善跟调整？因为你知道选手都有自己习惯的动作嘛，就比如说我在打球的时候，对不起，你就是往右边的打脚这边就是比较弱，那人家投手好，因为对方也会有擒收过发现你这个打者，你就是往右边的打的球，你的打脚就是比较弱，那我就针对你这个不弱点去攻击你就好了。所以你知道这一次像陈杰宪我们很多投手我们很多打者这次训练都是一样针对弱点。等于说被分析出来你哪边比较弱，所以他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球季的时候呢，都是在往弱点去做补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看这两天有个报道在讲说，陈杰宪好像在上一个台湾的职棒的球季的时候，好像在打击上面，对，其实是其实没有尽如人意啦，就是说你要到打击王啊那些人气王的角色，就陈杰宪都没有列到里面去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改善自己打球的姿势在调整期中，在调整期，而且就是根据呢，人家看到他的这个打击的姿势在做调整，然后也根据说你可能会遇到的对手，他到时候会怎么投球，然后所以去做调整。那他在改善的时候呢，因为在改善中，所以你看他球技中表现普，可是人家上了世界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科技改善跟训练都派上用场了。所以你看陈杰宪那个3分炮，大家看得很激动的时候，各位那3分炮是用他这个在职棒球季的时候那一季的调整，成绩不是很理想所换来的结果。所以那个3分炮呢，炮得很漂亮，但是你要想是在过程里面他付出了很多辛苦，在调整他的这些姿势。所以昨天在节目里面，我好像有把那个就是互相对他的那7球。每个弱点，然后弱点，因为你算嘛，最后就算一算，大概2好3坏，对，然后所有的弱点到第7球的时候，互相也知道陈杰宪你的弱点，因为捕手配球嘛，一定是捕手配球，所以日本那个捕手也知道陈杰宪左打他最大的弱点是内角球，显然陈杰宪也知道。所以势必在强化的过程，你刚刚讲那个所有的调整期的时候，也一定会针对自己的内角球最弱，对那部分有做训练。所以互相最后讲，我的球没有投错，对，他也没有失投，是一般失投是我把球尽量压低，不要让人家打全垒打，他球也没有飙高，那球也确实是转进他的内角，但你就是没想到陈杰宪就是有本事一棒把它捞出去。我跟你讲，那球一碰到棒子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想出去了，因为那球吃的太甜，那球。对啊，可是你看这个就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你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导入的过程，告诉他要去调整这些姿势去做练习的话，你那一球要轰出去，我觉得我们参加大赛有可能还会是卡到跟以前一样状况。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里面，这一些成果都展现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看到日本方面的报道，他们教练在讲一件事情，他们教练在观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说，他们觉得台湾的打者很厉害。就是为什么那些坏球真的都不会去打他？日本队的教练讲的话，他说台湾的打者在这个遇到投坏球的时候，真的都不会打。他们觉得台湾的这个选手怎么能够挑球挑得这么精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的过程中的导入，对我们的球员来讲帮助很大。所以在这一次的隐形工程，大家才会特别去强调勤收这一块、科学这一块，因为台湾的运动，这表示一件事情，这个还是要讲一下。这其实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表示台湾的运动员的训练包括棒球在内，开始跟上美国这些国家的脚步，我们把科学导入进去。你知道那个时候还在羡慕说美国这个大联盟的这些选手训练的设备有多好，包括恢复疗养设备有多好。那现在看起来我们也开始来导入。然后第2个，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要讲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王建民的功劳很大。美国这个大联盟的这些选手训练的设备有多好，包括恢复疗养设备有多好。那现在看起来我们也开始来导入。然后第2个，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要讲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王建民的功劳很大，就是说你要有这些设备，然后有这些知识，可是呢，你要有懂得教大家怎么去使用的人。这个你没有打过美国的大联盟，坦白说你就不知道那些东西要怎么导入怎么做。你只有打过美国大联盟的人，我亲身接触过所谓的科学训练，我亲身接触过说这些勤收的重要性。当初那个王建民他的这个教练怎么样使用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他回到台湾来，现在王建民变成我们这次的牛棚的教练嘛。那他在带着选手的时候呢，这些有过大联盟经验的人，在我们台湾队的这个提升上面，那当然他就变得很有用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几次只要遇到蒋
讲球赛的时候，我觉得王建民的角色我都要拿出来讲一次，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升级跟这些人功不可没，非常有关系。其实这次比赛，刚才青王也特别有讲，我们不依赖单一的巨炮，我们不依赖单一的明星巨头或什么，某种程度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这批人他比较愿意学，因为有很多时候，当我已经是全垒打王的时候，你要来告诉我的姿势要改，我为什么要改？我就是全垒打王，然后你要来告诉我要改，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些？也就是说，这一批孩子也觉得说，他们就是要从头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教练教的就尽量学。那这所有这些过程，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你就到职棒场去，你去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有多爱他们。要不然的话，而且你到现场，你如果真的爱上棒球，你才会知道这个棒球完全不是你想象那样。各位，你会觉得说棒球有什么就丢，然后那个人打，对不对？是，当然是啊。你有去打击练习场去过吗？如果你去过，你看人家那个机器投出来的球，你觉得你打得到，你觉得你很厉害。你知道您的球速是多少吗？你一般在那里的球速大概是90公里。大不了100，到110你都很厉害了。你知道这些投手随便丢都140以上，然后这次你看比赛随便丢都是150。你知道150的概念？我最喜欢问科技理工男，150的概念，一般我看人家算过，说你站在那个打击区，你眼睛大概都还没眨。大概0.25秒你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那个视觉暂留嘛，那视觉暂留1秒钟很厉害的20几次，你那就150的话，你看它除以24，它几公里就飞过去，对啊，所以那个当然就是你那个，所以那是直觉，你会有一闪，然后一个直觉，然后当然了，陈杰宪他那个其实在力学上面太完美了，因为他的角度过来跟他出来，那是180度直接回击，所以他的速度越快，他的动量返回去。所以那一天看到那个角度，我们从力学角度，不是从运动学角度，就知道有了啊。OK， 所以你知道到棒球里面，包括在现场，为什么这次有这么多人想尽办法买机票，买什么要到现场去看？你没有在现场看过，你感觉不出来那个氛围。我跟你说，你透过电视，当然你也许透过大荧幕，很多人在场，你一样可以欢呼和叫。但跟你在现场跟着他一起流泪，跟着他一起欢呼叫，那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力挺，然后当然有机会，看我们如果有机会请几个名投或是那些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各位，你知道如果看到他们投的球，你会吓死，你真的不懂一颗球为什么会被投成这个样。各位有打过内角球吗？我跟你说，我有一次有幸碰到还不是职棒的投手。以前我们只有甲组跟乙组，你知道吗？你光碰到那些不是职棒的投手，那个内角球厉害到你明明觉得这个球会往你身上砸，但是他就转到本垒里面去，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看人家丢3球就结束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因为你心里只会想，万一我没躲，他这球是失投。那我不就被砸到了？对，可是选手就有本事，他能判断这球，或是即便你这球失投我怎么闪，不失投我怎么把它捞出去，他就厉害在这。你知道这个真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多少的辛苦累积才会是这个样。但都好，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都还在谈棒球嘛，大家都还在很热嘛。所有这些热的时候，为什么蔡启昌他一直在那几天要一直讲预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预算，你怎么带起这一些？而且这个要问一下上一部那个国王奖金的事情昨天看立法院为什么国王奖金有什么问题？因为说他是因为从财政发放法开始谈起来的，因为郭国文去问那个主计长嘛。那你现在政府的预算里面到底，如果我们这个会期如果真的过的话，财报法重新过以后，那你现在中央政府原来编的预算的一些科目数字，一定受到影响。那这是明年的预算。那明年这方面会怎么样？我不是认为，郭国文问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两党执政党跟主要在野党都有必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你没有钱，什么都搞不起来。因为这次，你觉得财化法会影响到这次包括预算？我怕因为这一块不是我最熟悉的。但是
原来你编了3兆的预算，然后你现在如果变动的幅度这么大的时候，一定有科目要受到影响，那会不会这方面会受影响？而且不只是国光奖金这些了，就是相关的一些补助预算会不会受到影响 ？OK， 已经如果地方可以拿到那么多，那中央是不是还要照原来补助的科目继续进行？可是整个来讲，我觉得我这是比较佩服的是民间，比如说中信，就是连续做这么久，然后不是只有职棒，各级都做，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OK， 然后像蔡其昌，大家以前呢对中华职棒的会长有感觉吗？没有，我没有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职棒签赌案结束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职棒在干嘛，因为我们只会看结果，我们只会看过程。你想，其实也是老朋友的，他就当那个职棒会长后，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我们不会那么清楚。一直要到这次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比赛就算没有拿金牌，我都会觉得他做得不错。因为当他们可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打进决赛，到东京去。然后在东京的表现，球员大家看在眼里，然后这个过程你就看到后勤的部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会长一定有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看到企业一定做了什么事情 ，OK， 你才能累积出这个结果，然后你才能够在大家不看好之下拿到这个成绩，当然拿金牌还是很爽。当然，但你呢？刚刚讲到财划法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台湾所有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棒球，包括明年2月就是经典赛的资格赛啦，所有包括禽收的预算这些会有影响吗？就算没有拿金牌，我都会觉得他做得不错。因为当他们可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打进决赛，到东京去，然后在东京的表现，球员大家看在眼里，然后这个过程你就看到后勤的部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会长一定有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看到企业一定做了什么事情 ，OK， 你才能累积出这个结果，然后你才能够在大家不看好之下拿到这个成绩，当然拿金牌还是很爽。当然，但你呢？刚刚讲到财划法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台湾所有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棒球，包括明年2月就是经典赛的资格赛啦，所有包括禽收的预算这些会有影响吗？绝对不会影响，而且只会多不会少。因为所有的这些棒球的这些内容，大家都会觉得又不能做增加支出，对，但是在很多的基金的使用的目的，它是可以在这个目的上稍微增加，就是说它的总金额不会变，可是它的名目，因为有一些已经既定有的基金，它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呢，针对运动支持的跟这些禽收的内容，针对体育的项目只会多不会少。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你们对新任劳动部长洪申翰有很多国民党的委员对他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去看他一上任，然后要叫大家6日加班，那就证明他是一个惯老板嘛。然后他现在讲说没有啦，我只是找大家1个半小时而已，还好啦，都是我在开会，你来1个半小时就可以回去了。请问他那1个半小时，他前天晚上要不要做功课？请问他前一天要不要做功课？他要不要早上提早来跟这个长官所有汇报、所有整理资料，再去跟你洪申翰部长来会面？要嘛，所以你根本就是一个惯老板。然后你上来是因为许明春跟何佩珊要解决惯老板的问题，要解决霸凌的问题，结果你一上来就说我是惯老板。就你的做法就是惯老板嘛，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去做推脱瞎扯。我是觉得真的很夸张啦，就是说洪申翰他的问题。然后跟过去我们在讲谢宜龙他的问题，这个我也要补充啊，这是谢宜龙的办公室很像是热带雨林你知道吗？就是新加坡他有时候一些场景会把一些绿色植物砍进去，那这是要钱的，这被人家踢爆是145万，而且这笔钱哪里来的？就业安定基金，这是就业安定基金。许明春唱演唱会350几万，也是就业安定基金。五哥，我真的回去查了，就业安定基金的运用办法第5条里面，我找到了第8项，可能可以跟许明春够上一点边，就是技能的竞赛。那可是你唱歌，
你一个人跟主持人唱，你没有参赛者，你也没打分数，怎么可以叫技能竞赛呢？可以用第12款。是什么？其他项目。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栋大楼的1楼、2楼，那旁边它是国税局在缴税 ，OK， 然后人家排队缴税，然后你上面是这样用纳税钱，人家会不会相对剥夺感很深？没有，我先讲一下，就是当然你说许明春或者是这个谢宜容。许明春办这演唱会，我也觉得是不妥啦。那我们之前在上节目，其实许明春讲的一些言论，亦或是包含之前的劳动部长何佩珊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一样都是骂。包含这个像热带雨林是听说耗资上百万的办公室，我觉得办公室是用来办公的，不是给你拿来做休闲啊或干嘛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妥哈。那但是我觉得讲洪申翰应该是说，洪申翰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让我觉得也让很多包含说很多基层员工，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比较信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洪申翰把自己的手机跟他自己私人的 email 把它公布给这些所有的员工。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边谈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基层员工是怕什么？我如果讲了，我怕被秋后算账，因为只有部长一个人是换，但是下面的。这些长官都是一样，我怕我到时候向上呈报的时候，我全部都被秋后算账，让部长知道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但部长可以保护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过去有哪一任的劳动部长有把自己的私人电话或这些直接告诉了这些员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也让很多像我听到很多基层的员工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是对的。那你说洪申翰要上任，他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要解决的就是要先把这个谢宜容的案件霸凌员工这样，他必须要赶快完整的调查完毕呀，要调查完毕。那当然调查你可能还要去访谈很多人，要去了解每个部门的状况，还有很多的长官。我觉得，那你说你要去了解，那大家当然会做一些报告。那你说用这一次，他必须要赶快做一个给社会大众或者是这样一个交代。你说他就是一个血汗老板，我觉得用这样子的认定，我觉得有点太过头了啦。在未来，新任劳动部长，尤其大家当然最先要看到的是整个谢宜容，整个包括劳动部这些所谓的霸凌的事情，那个报告。到底出来的会是怎么样？当然知道一定不会有目的良善这几个字，可是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还给大家一个真相，还给家属一个公道？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国球未来一切发展，尤其大家目光已经看到明年2月所有这些，那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怀着期待，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